哎呀，这个趁着有空啊，然后喊隔壁的施总也来帮忙啊，然后把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 PSD 啊限量的这个机器啊全摆出来了。那么今天啊，我答应大家一定要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每一台这个机器，然后包括从外包装啊，包括这个机器的一些信息啊，也给大家一一的看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在我这个面前，我已经把这个之前你们看到的这些图啊，封面可能是把它立起来的啊，可能为了摆放好看。但今天为了介绍啊，包括我拍整体的图啊，我还是把每一台机器都这种陈列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先就按照顺序来，好吧？然后这边能看到的，我们如果之前讲过的一些机器啊，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小玩家这一台哈，那我们就不再多介绍了。Minecraft 的，在我之前的那个先导片，大家可以看到，我介绍了一下这两个版本哈，尤其是这两个版本是索尼官网啊发售的，那像它下面没有这些 WiFi 啊这些标，它就只有一个这个工作室的这个 logo 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两台机器的侧面，我们能看到跟亚马逊版本是不一样的，看到了吗？啊，这个亚马逊版本是一个背面的图案，而这个索尼官网试售的版本呢，就是一个 PSV 的图案。然后呢，这两台官网发售的机型啊，其中有一个背后的图案是跟亚马逊这个版本是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图案也是不一样，大家在先导片里已经看到了。然后再到这边呢，是我们FF 限定的哈，我称之最美的一台2000啊，也是满背的这个机器，因为开过很多台了，不单独介绍了。这一台灵魂献祭啊，相当在1000的这个机型里，我觉得这一台是最特别的啊，当时还特别定了，但是花了很大代价。我也是在官网订的这一台，结果后来到像有多巴西啊这些上面都有发售啊。但是即使是这样啊，这个量还是没有那么多，然后它的配置也很全啊，耳机啊、收纳包啊、擦机布啊什么都在里面，所以这台机器啊是我个人认为的1000里非常有诚意的一台机器啊。再到这里啊，就是石总最爱的 PSD 啊，这个我有2台哈。我估计哪一天我还是会让给石总一台的。然后 PSD 这台机器也是2000机型里是唯一的一个双色限定吧，好像是的吧，是吧？唯一一个异色限定，唯一一个双色限定。然后它还是在这个我们叫莱姆绿的这个颜色上做的一个限定啊。当然这个包括特点也放在里面。这台机器非常好看啊，之前的视频大家已经看过啊。然后到这边可能是最不值钱的啊，高达限定的啊。当然大家知道，这个高达限定里有人当年是把这个高达是拆出来卖的，所以机器确实还行嘛。当然，这个最早的2000的机器其实是白底的哈，所以我们根据白底还是黑底能判断出它发售的这个时间表。然后这个背后呢，我们看到啊，除了游戏以外，它会附赠一个特别版的高达，应该是 H 级吧，是 H 级吧，啊是 H 级。然后这边还有然后这边呢就是一台这个 PSV 的限定机啊，背后有这个比例跟尺寸的标识。所以这台机器呢，因为在各个平台上都有售啊，所以直到今天，这台机器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难得的机器啊。好了，接下来这些机器我再想一想啊，是横过来介绍呢，还是我们横过来介绍吧？这样子的话也符合我们的这个定位。这个机器我之前都没有听过啊，这种我们其实都是有2个封面的，像这种出的这种版本，它其实都有2个封面，它不一定是黑白配的正面和反面，它有的时候它这个封面就是2面可以看的。那么熔龙一共有2台啊，一台黑一台白。然后这个机器当年发售的时候还有PS4 的版本PS4 的版本，还有 PSTV 的版本。所以啊，这个当年你要想把这一套全部收起，哎呦，真的得花不少代价。然后这2台弑神者啊，跟我们旁边那台那个卡其色的弑神者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弑神者这个也是有2个封面的，我看这2个封面一样吗？好像不一样啊。这个弑神者也是一黑一白2台机器，也是索尼官网发售的版本，就是背后有几个这个符号的啊。所以这个弑神者呢，当时应该也是大家都无所谓的，因为这个弑神者是在 DLC 内容出来的时候才发售的嘛，所以当时这2台机器的上市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订了啊。就当年很多人可能只订了自己喜欢的，比如说除了这个高达的订了，除了这个我们讲这个博音鬼的订了，这些都有啊。但是你要说真的是你想全收齐啊，太大的代价了。然后我们讲啊，这个机器除了机器本身以外啊，它的盒子也是一个峰会的艺术。像我这边你看可以高达，这个正反的这个我们讲用今天的这个卡牌的这个定义讲叫折射叫小东讲叫 shimmer 折是吧？然后这个一正一反是这个红白的红跟蓝的两个颜色，也非常好看啊这个机器。然后呢，这个机器的包装还比较特别啊，它是没有封条的，它就是一个游戏，然后一个机器。然后这个机器呢也是一黑一白2台，对吧？是的啊。
然后这个剑娘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之前的机器有看过。然后讨鬼传当年也是在亚马逊上到处都可以买的啊。但讨鬼传它是一个这个1000型的机器啊，也是一个满倍的。然后当年的这个也是很多人也是无人问津的一个机器。直到20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在官网上还是原价啊，甚至比原价低一点，亚马逊有点折扣。然后到这边一台呢，是 PSV 1000刚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抢的最凶的一台机器啊。当然我手上这台比较特殊，是台版啊，是台版的一个机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包啊，然后游戏啊，然后限定的1000啊，这个机型都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台机器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经典啊，在当年买这个限定机的时候啊，一直都有这个 Miku 的影子，所以很多的机器都出了这个限定啊，包括随身听啊，我这个 Walkman 什么也都有，所以当年当然还包括了 PSP 的版本啊，所以这个 Miku 的限定啊，一直是宅男们的这个最爱啊，不错。然后这个就是普通版的讨鬼传，我讲的卡其色的，还记得之前我发的视频里，我们收了一台普通版的卡其色哈，但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颜色，然后弑神者2在这个上面加了一些限定的这个图案，所以这个机器因为也是市售的嘛，就是在亚马逊上都可以买到，所以这台机器也不难买。那这台机器就比较特殊了哈，我就不把前面的这个，因为在香港这些都是有这个分级的提示的，然后这是一台3G 版本首发的这个使命召唤的，好像也只有港版有啊，我不知道美版有没有。然后非常非常特别啊，就是我们能看得出来它又有包，然后又有游戏，然后还有一台限定的这个 Call of Duty 的这个纹路在上面啊，印花在上面。这个是限定版的这个专属这个样式啊，这个整个背后的这个 Call of Duty 就在上面，非常非常漂亮啊。这台机器很少见啊，我其实之前真的都没有留意过这台机器啊。然后再到我们前面的这个是FF14是吧？这是不对，不好意思啊，这个是这个Fate Estella 的限定版。这台机器就出了一个白色的这个版本啊，但是放到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因为当年这个预定的量也非常少，然后这个界面也是在索尼官网上预定的，所以你真的得一直盯着所有的限定啊，然后你真的不知道它明天会出哪一台限定，所以当时要把所有的收齐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然后接下来这2台是很漂亮的啊，然后这2台它其实这个只是竖着放的，我们有正反2个，这正反好像是一样的啊。这个是梦幻之星啊，也是非常特别的，也是1黑1白的2台限定，当年在这个限定的这个机器里面啊，这个也都是非常少见的这个限定版本。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弹丸论破嘛，1、2的这个限定版，这个也是一个竖包装的这个纸哈，我们正反2面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2个包装的啊，也是1黑1白2台机器。这个机器呢，当时游戏粉丝不算少，但是呢，因为跟很多机型游戏比较重复了，所以这个机器出来包括预定啊，其实会有一定的。我就讲这个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而且放在索尼官网贩售的啊，你定了多少就真的是只能发售多少了啊。然后这2个过来之后，当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啊，伊苏黑白的限定哈。当然黑的机器永远比白的机器要少啊。当年其实这些机器出的啊，不管是白色纯白色限定的，还是白色黑色啊，分别出了的机器啊，在我感觉市面上见到的啊，永远是白色比黑色要远远的多。然后这台机器我们可以看到啊，正反面这个伊苏8的限定啊，正反面其实就是1黑1白2个包装，然后实际上它也是1黑1白2个机器。然后在这个我这个其实是放反了，这是白的机器。然后当时这台机器我记得很清楚啊，从 Faircom 的这个官网上的一个链接进入了一个小的网页，在这个网页上呢有一个链接是可以点到索尼的官网的，当时好像也就是2万日元左右吧，19000吧，差不多这个代缴啊，然后就可以买这个2台机器。但是我是觉得在当年哈那个年代F 社的粉丝啊 Faircom 的粉丝还没有那么多，所以呢你又要喜欢伊苏，又要愿意为它花钱买这个限定机啊，然后它的这个背板还好呢，它是满背喷的这个地图啊，我觉得这个限定这个涂装也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整个背面一块大的地图也比其他只印了几个人物要我觉得更加经典一些啊。但是当年因为预订量很少啊，所以导致，然后现在伊苏的游戏粉丝量已经远比这个10几年前甚至20年前要多很多了嘛，所以这2台机器现在在整个 PSD 的市场上也非常受追捧。接下来2台就是非常让人头疼的啊，当时这个限定出的时候还有 PSTV 的这个限定也是有的啊，就很后悔，现在 PSTV 可能价格比这个 PSV 要更贵，这也是一正一反啊，1黑1白2台多罗猫的这个限定，很可爱啊，很简单，但是就是索尼的标志嘛
索尼的这个吉祥物嘛，多罗猫。所以当年啊，就是如果你有其他选择啊，你不一定会选择这2台机器，所以也比较可惜了。我个人觉得都是好的东西，如果当年早知道现在的行情，肯定谁都愿意来买2台的。接下来就是我说的这个表面非常漂亮的最终幻想世界的最终幻想世界其实也出了2台一黑一白，然后正面跟反面然后它的这个限定的这个样式也是这个背后的这种图案，非常非常可爱。然后整个正面图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漂亮。当然这台机器其实你如果能碰到1台在市面上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这种还是要别人保存的非常完整。然后当然我们现在这是一黑一白2台都有的。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很多都是这个乙女游戏的乙女游戏的这个机器就是喜欢的人喜欢的非常叫什么呢？超级粉丝什么东西都要买，周边当然包括最近这些年很火的这个霸气那么再到当年这些游戏机器甚至有人回过来在追捧这些机器。那么我前面的这个卡里古拉的这4台就是非常典型的这4台其实我们看一下正反面其实花纹是不一样的，盒子都是一样的，然后4台机器的这个样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很好然后到这边来就是大 IP 了，博音鬼。当然在不同的机型甚至我还在这个 PSV 的平台上几个博音鬼我还都打了这个白金的博音鬼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游戏，然后也是很好的 IP。我们看一下正反面，对吧？博音鬼一共是出了3个，这个应该是风之章嘛，对吧？是风之章吗？是风之章，非常漂亮，一个机器的这个限定你可能在市面上可以看到博音鬼有1台、2台这个都有但是真的还是3台全部收齐你基本上只可能在当年预定的时候就这么把它定好了，不然的话真的很难收齐3台。因为乙女游戏有一个特色一会儿我们讲到这个遥远时空的时候会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就是在 PSP 3000也出过限定的歌之王子，看的这个表面其实非常熟悉我把它拿出来一下。我们歌之王子一共有3台机器限定，3台都是白色的不好意思我说错了这个歌之王子分2款限定，一共3台机器一个是黑白限定，就是我旁边的这2款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IP 然后这2台黑白的限定以外呢，它还有1台吉祥物的限定所以这个也很少见就是一个游戏它出了2个系列的限定一共3台机器这台机器还是也是一个白色的吉祥物限定这边还有我们单独一个阿松限定阿松这个 IP， 当然大家在各个平台也都能看到，包括我们现在还有1台很贵的这个新小三，对吧？也是阿松限定的。然后图案就是像这种多格漫画一样的这个感觉然后整个机器包括这个里面的一些特点我个人是觉得首先机器就很好看这个就是阿松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然后再到前面的这些就是上次给大家介绍的我们收的7台的这个绯红恩典一共是7台限定。上次我已经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这7台限定里给大家看过它是3台黑3台白，外加1台特别的这个金属红的这个版本，所以这台正好是金属红版本。当然金属红版本我个人也觉得是很好看的，当年可能定的最多的也是金属红的版本因为毕竟是你要7台里选1台喜欢这个游戏，那肯定是红色是第一选择然后接下来就4台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乙游的 IP 金色琴弦一共是整整4台机器我觉得这个也是挺了不起的。当时因为在这种游戏里大家喜欢的线路喜欢的这个 ending 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出了不同版本的当然我们能看到这个正反面这都是不一样的非常漂亮。然后整个封面也设计的非常主题化，在这个里面我就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这种机器里就你可以选择买 A， 你可以选择买 B， 然后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主角包括一些线路的选择来买这台限定的机器。当然在当年大部分的这些多台机器的限定你一个索尼 ID 只能买1个所以这个倒也确实是不可思议的点你要换做我当时买的话，我如果喜欢或者想要去收全部的 PSV， 在当年我就会全部买。所以这个当年能收齐这么多是费了很大的劲的。你如果10台限定的话，你就要10个 ID 来买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接下来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最著名的这个，我走到前面来跟大家讲接下来就是最著名的这个遥远时空的这个限定我们看一下
所有的10台机器都是这样的封面，然后10台白色的机器，每一台的纹路，每一台的这个限定样式都是每一台的限定的式样都是不一样的，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应该是游戏史上单一游戏出的限定机最多的一个游戏了当时哇，这个太厉害了吧！然后我们一路看过来，一共是10台的这个机器，然后真的是，如果我不玩这个游戏这10台可能背后的这个人物的样式我都认不出来，因为大家的可能就姿势稍微换了一下，或者这种脸部或者发型换了一下如果我不了解角色，我真的可能认不全然后最后这一台呢，就是 FF14了苍天这台机器也是很帅气的一个机器也是在当年，包括到现在这台机器的稀有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单台机器的价格也会非常高所以，哎呀，这些一下子放在我面前的这个，我们讲63台放在我面前这些应该是63台了当然还有一个黑一个白的，它不是市售的了，就是我们的那个Georgia 乔治亚限定的那个限定就是可口可乐在日本的这个子公司Georgia 这个咖啡品牌公司的这个礼赠，它是一台黑一台白的1000的机型，贴了一个蓝色的壳子，所以这2台机器上次拍照的时候大家已经看过，我也打开来给大家看过所以这台机器我就不算在这个市售的全部限定版这个里面了所以摆在我面前呢，这个就是63台PSV 年代，包含了1000，包含了2000所有的市售的限定的机型那么也很开心这次能完成一个这个 PSV 收藏的这个里程碑那么这些机器我会好好的这个收藏着，包括要放一些干燥剂在这个里面，包括还要把这个我已经买了很多这个亚克力的壳子让它可以这个帮我这个全部封起来那么也这个期待一下这个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里程碑可以完成我们下一期见。